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嘘，没事，来，呼吸，别说话啊。吸，呼。谢谢。怎样？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明知道自己害怕，为什么还坚持自己来这里动手术？我以为我可以啊。我还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你最害怕的就是抽血，所以从来都不做身体检查。后来有了思远之后，被逼要定期做产检。当护士要帮你抽血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大费周章，甚至还要先跟医生串通好，趁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再偷偷扎你一针。产检算是小事了，你记不记得我进产房的那天？说好是自然生产，我就陪在你身边，跟你努力的一起 push， 结果 push 不到几次就混过去了，混过去。把那医生啊吓得，后来改为剖腹生产。我醒来的时候就看见思远躺在我旁边了。我没事啦，我看预约的时间已经过了，今天的手术应该要取消了吧？我先进去。老婆，可不可以就好像生思远的那天一样？你害怕，我就在你身边陪伴着你。
可以跟你见个面吗？阿妈，很烫哎！哎呦，给我！哇，阿妈，你的手是铁砂掌啊，这个很烫哎。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每天要洗衣煮饭，哪像你现在这么好命啊，什么都不用做。哎呀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洗衣可以用洗衣机，吃饭可以用微波炉，要不然就用slow cooker。你呀，长大了啊，应该替你妈咪分担一下，这些事情都不难做，不要让你妈咪那么辛苦。阿妈，我第一次听到你讲妈咪，但不是骂妈咪哎。你说什么话？你就不喜欢妈咪啊？我不是讨厌你妈咪，我只是有时候说话心直口快。你妈咪是我儿子的老婆，那就是我的媳妇，那就是一家人呢。所以一家人一定要刀口一致对外，谁要是欺负了他，我跟他拼命。还有你也是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站在你妈咪身边支持她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还是阿妈最好了。现在才知道。哇，妈，煮这么多道菜啊！你要办喜宴啊？我们这里只有5个人哎。阿妈的拿手菜哪止这些？我觉得还不够呢。我明天呢要回吉隆坡啦，之后你想吃的没得吃。哎呀，不要讲到我没得吃这样，新加坡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。到时候你不要打电话告诉我说很想念我煮的菜，就算呢你飞回去吉隆坡，我也不一定煮给你吃。思远呐，你多吃一点啊。如果你想念阿嬷煮的菜，那就叫爹地和妈咪呢带你到吉隆坡找阿嬷。好啊，吃饭。妈吃饭。妈吃饭。妈吃饭。吃饭。妈吃饭。啊，这里什么都贵啊。妈，这桌喜气洋洋，花了不少钱吧？下重本哦。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好好吃一顿饭，那是钱买不到的。思远啊，阿嬷给你呢一个鸡腿。哇！从小到大，如果餐桌上有鸡腿的话，第一只肯定是大哥的。大哥，你失宠了哦。谢谢阿妈。啊，第2只肯定是我的。玲玲，来给你。谢谢妈。女孩子啊，一定要多吃黄酒鸡，很补的。这一锅呢，我下足料，你要多喝点汤。叔叔，你也失宠了。对呀，妈，我做错了什么？吃你的饭。玲玲啊，妈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我没念过什么书，有时候说话呢也比较直接，但是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我还是分得清楚。我之前错怪了你，做错事就要承认，要认错。我要向你说声道歉，对不起。妈，干嘛说这些啊？亲家说的对，我不懂得教儿子，我以后也没脸再见他。你代我跟他说声对不起啊。我没有女儿，你嫁给阿石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阿石做出这种事，我不敢叫你原谅他，我也不敢叫你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但妈要跟你说一句话，我们陈家就只有你这个媳妇，这个女儿。啊，哎，吃饭。今天煮的特别好吃。吃饭。
进来吧。妈，不是你不会教孩子，是我做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儿子啊，我不喝这杯茶。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，你要道歉的人也不是我，是你老婆。你做错了，妈可以原谅你，因为我们是两母子，夫妻不一样，老婆是你自己选的，当初呢也是你坚持要娶的。既然决定在一起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算话。哦，sorry，你讲的太好，我忍不住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做错了？一直以来，我只会要求伶俐当个好媳妇、好妈妈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教你怎么样当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啊？啊？伶俐到现在还肯叫我一声妈，我看得出她对你还是有情意的。对啊，哥，大嫂对你那么有情有义，你敢抛弃她，你就是人渣啊！你有资格说你哥吗？怎么了？我身家清白，没有爱的对象，也没有外遇的对象啊。你们一个对婚姻不负责任，一个呢不想对婚姻负责任。啊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妈，你没有做错，错的是我们。是我们不孝，没有遵守你老人家的教诲。不要生气啊，不要生气。在吉隆坡啊，就你爸一个人气我，在这里你们两个轮流气我，我还是早点回去，免得被你们气得爆血管。你呀，早点收拾好你的烂摊子。我说过，我只有伶俐这个媳妇。还有你，找个好女人，快点结婚，要不然你们好自为之。阿姨，你在煮汤啊？是啊，在煮猪骨汤，待会儿伶俐要回来喝汤。猪骨汤是怎么煮的啊？你想学啊？哦，叫师傅啦。徒儿拜见师傅。好，徒儿，先把碗碟给洗了。徒儿遵命。那首先用热水把猪骨给汆烫过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呢才不会混浊。等那个汤沸腾了之后呢，再转小火慢慢的熬。中间呢，你不可以加水，也不可以打开锅盖，要不然啊就前功尽废了。哇，煮一碗汤还那么讲究。要不然你以为很容易啊？哎，对了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爸妈就离婚了。13岁那年，我搬出去跟姐姐一起住。所以我说啊，大人离婚，受伤的就是小孩。所以我一直呢都不赞成离婚。哎，说起伶俐呢，也真的很让我担心。之前晕倒住院，还跟我说没事，自己会照顾自己。都长这么大了，还要我这个做妈妈的来担心，真的被他气死了。阿姨，其实你不用担心的。我之前上网查过，伶俐的肿瘤应该没什么大碍，好像很多女性都有类似的问题。是吗？真的，他们还说现在的手术都不用动刀，直接在肚子那边穿几个小洞，然后用一个很厉害的机械手臂钻进去，就可以把肿瘤去掉。真的啊？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伶俐。怎么样，都收拾好了吗？差不多，其实我只有一个背包而已。哦，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阿姨。不客气。哎，这些杂物呢都是我女儿的，你帮我搬去我女儿的房间好吗？就那些啊。啊。好。哦，有老鼠，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哦，大力的，小鲜肉有练过的哦。阿姨，我先把这些搬过去。有你在，真好。
阿姨，东西要放在哪里啊？你就放在桌上好了。哦，好待会儿我来，OK。收拾。谢谢你啊。不用。哇，这些都是林丽的。是啊，我给你看。来，这个呢是英文朗诵比赛冠军，这个呢是华文作文比赛冠军，还有数学比赛、绘画比赛。我女儿的理科跟文科都很好，但是她运动就不行。不过有一年呢，有一个同学受伤，她当候补，结果也拿了一个第2名回来。运动不好还能拿第2名，阿姨，你很会教孩子哎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教他，是他自己聪明。以前呢，我们家境不好，我从来没有给他买过一样像样的玩具，或者是带他去哪里玩，没有钱嘛。但是他很乖哦，从来不吵也不闹。我还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，他还趁下课后呢去做工赚钱，帮补家用。你不要看他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，他的成绩啊还是年年考第1，是学校的高材生。后来他考上了大学，他也是自己存够了钱才去念的。再后来，他爸爸死了，给我留了一笔保险赔偿金，我们的生活才好转。林丽她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的，直到她怀了思源。她需要在家庭跟学业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所以他就决定休学，把思远生下来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他跟我说要结婚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奖杯全部都给扔掉了。可能他是想要跟过去说再见吧。毕竟结婚后，生活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是不舍得，他这么辛苦拼回来的奖杯就全部扔掉，所以就全部跟他捡回来了。一个男人一辈子可以爱上几个人？1个、2个，还是3个？我觉得一辈子爱上1个就够了。一个人含情脉脉的，在想女朋友啊？我又没有女朋友。哦，小弟弟，居然还有空窗期啊！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？我对爱情不是那么随便的。这么认真干什么啊？年轻人不都是这样吗？我跟他们不一样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女儿说汤很好喝，你再盛一碗出来给她好吗？好啊。谢谢。妈，人家是房客，你不要把人家当用人使唤嘛。年轻人，让他做多一点事情有什么问题？而且啊，我刚刚说他为徒儿，为师傅效劳有什么问题？哎，你在家里啊，要应付一只母老虎，要多喝一点汤，补一补。小心烫啊。谢谢。不用。谢谢你啊。怎么样？那只母老虎有没有为难你？他跟你一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他跟我一样，他强词夺理，我处处讲道理。我跟他是差个10万8千里。他叫我代他向你道歉。有诚意的话，就亲自上门来道歉，叫人家传话，有什么意思啊？他都已经开口了，你就大方一点，原谅他吧。喂，现在谁是你妈？是他还是我？2个都是。那现在到底是怎样？你跟陈实和好了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放不下？每个人都会做错事，如果呢，你有心要挽回，就2个人坐下来，好好的谈一谈。
妈，以前爸对你这么坏，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要离开他？其实你爸他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坏。但是他动手打你啊！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为人正直，又很有梦想。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爸的吗？我啦，天生丽质，在路上呢碰到一群流氓，想要垂涎我的美色，刚好你爸路过，他就英雄救美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所以我说啊，我呢是你爸一拳给打回来的。但是后来呢，他为了要养家，就放弃了拳击，改行做生意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很不开心，每天都酗酒。不过他还是每天早上很早就起床做生意赚钱。可能他在想，理想没有了，就要给老婆跟女儿有一个稳定的家。但是他始终不是做生意的料，苦撑了几年，就全部都赔光了。在你的眼里，他可能不是一个好爸爸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他已经是一个尽责的好丈夫了。他留了一笔保险金给你，你才可以过现在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生前赚不到钱，死后留了一笔钱，总算为这个家做了一件好事。好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我拿一点汤给你带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留着喝啊。哦，走了。你要走了？我正好要出去，我送你吧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叫车就好了。一点都不麻烦，我送你。是啊，有免费的车，干嘛不坐？去吧，去吧。走啊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可以抱我的。你开车吧。干嘛那么拘谨啊？上次你喝醉酒的时候，我喝醉酒的时候怎么样？没事了。坐我的啊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不用谢。小心开车啊。哦，我走啦。姐姐。啊？那个什么事啊？那个网络上的视频你看了吗？你说我醉得乱七八糟那个？啊。这么丢脸的事你就不要再提了啦。我自己看了那个视频，我都觉得好笑。再加上现在网上这么多新鲜的事，大家很快就会忘了啦。那天发生的事情你真的忘了？不就是喝醉酒，发酒疯吗？你只记得那些？要不然还有什么？你亲了我。我那天应该是喝很醉。你没有听别人说酒醉3分醒吗？我每次喝醉，我都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再说，我怎么醒过来我都不记得了，我怎么还记得我做了什么呢？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的，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千万不要误会。我对感情是很认真的，就算你喝醉酒，也要对我负责。
因为那是我的初吻。我先走了吧。你跟他很熟吗？我看你最近常跟他在一起，而且上一次还是他送你去医院的。我们是朋友啊。我妈把空房间租了给他。这么巧？什么意思啊？思远之前在网上认识他，然后你就跟他成了朋友，现在他又住在你妈家。所以呢？毕竟是在网上认识的人，还是得小心点。我看他对你挺好的。每个人都对我挺好的，除了你。我们是朋友，年龄相差很多的朋友。你先管好自己的事吧。喂，是不是想起什么话对我说啊？说什么？姐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，你什么时候才要跟我见面？这是我在美国的餐厅打工时学煮的，味道还不错吧？勉强还吃得下去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同桌吃饭啦。下次点外卖就行，方便一些。难得你过来，我当然要亲自下厨啊。味道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对了，你现在住哪？我这里有房间，要不要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？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煮饭给你吃。不用了啦，我刚搬家，跟现在的房东相处得很好，我不想搬了。随你，反正我这里有空房间，你想搬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声。哦。对了，这什么？最近学院在招生，我看到一些还不错的，就拿回来看看。你拿回去看吧，有什么有兴趣跟我说，我帮你报名。我又没有要回去上学。现在的社会竞争那么大，没有文凭很吃亏的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想当一辈子的快递员啊！为什么不行？当快递员又不会饿死。不想念也就算了，那你总有想要做的事吧？没有。你没有想要做的东西吗？没有啊。这些为什么会在你这里啊？我从你以前住的地方搬回来的。还记得这个比赛吗？你为他付出的努力。当时你每天都在游泳池练8小时，回到家就算没有教练督促，你也会自己去做体能还有憋气练习。这么喜欢游泳，这么擅长游泳，就为了你以前犯过的一个错误而放弃，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惜了吗？张文玉小姐，我们可不可以就安安静静的吃顿饭？张东升先生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但选择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你再说的话，我就走了。
OK， 我什么都不说了。是。我以前丢下你去美国念书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但我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丢下你，你也不再是一个人，你有我这个姐姐。所以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全力支持你的。你找什么？你看不到吗？我的鸡皮疙瘩掉到满地都是。你可以不要这么肉麻吗？你才肉麻，总是这么爱胡闹。你是我姐，我不闹你闹谁啊？早 ，Boss， 提醒你，今天下午3点有行销组的会议，5点有小组的例行会议。那，这什么？你忘了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也是公司的周年晚宴。今年的主题是动物之夜。你真的忘了？哎呀，即使你记得，你也不会花时间去准备，所以我就帮你弄了一套，当做是你的生日礼物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你真的把我当成恐龙上司啊 ？Boss， 你是这样看我的？我可是把你当成绝种好上司。谢啦 ，Boss。你最近是不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发生？公司周年庆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忘了也就算了，你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？你家人没有帮你庆祝吗？你和你先生还好吧？Boss， 我先出去了，记得下午3点哦。妈咪，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？我正在准备你的生日蛋糕。会尽早，不过晚上有个公司的周年纪念晚宴。喂，林小姐你好，这里是程天明律师事务所。程律师这边想请问你，这个礼拜哪一天方便下来律师楼谈一下离婚的细节？喂，林小姐，林小姐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星期比较忙，迟一点再约可以吗？谢谢。麻烦你帮我把它包起来，我想要把它当成是生日礼物送给我老婆。好的，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来找陈师的。找陈师找到这里来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吗？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，你能不能让他来见我？你们的事跟我无关。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之前你在我家说，一个人越炫耀，越说明他缺少什么。你说的对。我对你说的那番话，是因为我没有什么信心。比起你和陈师的15年，我和他的半年确实不算什么。我知道你们这15年可以走到今天，确实不容易。身为陈师的同事，思远的老师，你的朋友，我的确不应该践踏你们对我的信任。破坏你们的家庭，甚至伤害思远。但是我对陈师的感情已经陷进去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。可
是到今天发生这种事，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。你是来向我告解的吗？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现在只有你可以帮到我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们的事，请你们自己解决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耗。我怀孕了。是我自私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做错。你要怎样对我都可以，要我下跪道歉也可以。但是我的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妈咪 ，Happy Birthday！ Daddy， 我上网看视频，准备做蛋糕送给妈咪。你呢？你准备了什么啊？我已经签了，离婚吧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手续。离什么婚啊？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又要离婚了？骗人！骗人！哎，思远，见到我为什么没反应？不好奇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？思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要帮妈咪庆祝生日的吗？怎么了？你别哭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妈咪签名了，他们真的要离婚了，他们骗我。骗我！一个女人一辈子会爱上几个人？一个、两个，还是三个？据说黑颈天鹅是最专情的动物，它们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。一旦找到了真爱，势必相伴一生。如果其中一只天鹅先离世了，另一只只会每天挂念它的伴侣，忧郁过活，宁可下半辈子孤单寂寞，也不再另寻伴侣。因为真正的爱，一辈子一次就够了。John， 你的这套动物装哪里买的？不告诉你，你给我逼我啊！哎呦，你这样很 Q 嘞！哈，外遇的不是 boss， 是 boss 老公。对，所以我们误会 boss 了。我早就说了 ，boss 不是这种人，boss 是21世纪最佳新女性的代表，不管是在事业、家庭方面，都是全心全意的付出，绝对不会做出外遇这种事情的。boss， 你来啦！快点来，我们在那里，走走走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祝你40岁生日快乐！ boss 年年18岁
洗个眼，洗个眼。很好，吃完蜡烛，现在喝酒。包子喝酒，包子不可以喝酒的。为什么？喝了会出事的。哦，那就别勉强了。谁说不能喝的？放手，放手。黑头，你不该喝酒，那我喝什么？呵护你。嗨，我叫 Steve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今晚叫恐龙。哦，恐龙。你知道你跟恐龙有什么分别吗？什么分别？恐龙住在森林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信你才怪！哦，我不信你哦，我幸福，因为遇见你，我就幸福了。玲玲，你怎么会来啊？就知道你喝醉酒会出事，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我不要回去。你是谁？我是他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他才不是我男朋友，他只是一个小朋友。对不起，小朋友，我们等一下会儿童不宜，你自己进去玩嘛。放开他，玲玲，走。我都已经放手了，为什么你还不能放过我？你喝醉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我没有醉，我很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现在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，我没有背叛他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。那你也不能跟他一起上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但是我不喜欢你啊！听到没有？人家都说不喜欢你。我走。Sorry。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？有时候说的委屈的